中印边境的天然防线突然被印度挖穿，隐患正在形成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说起印度的基建能力，大家都是在调侃，和印度空军坠机一样，真是国际笑话。尤其是这几年，印度人不服气，想着和中国的基建能力做比较，更是贻笑大方。然而就在最近，中印边境上一段中印边境的天然防线突然被印度给挖穿，成为了印度随时可能偷袭中国的关键隧道。从目前了解到的消息看，印度网上有消息称，印度挖穿了藏南地区达旺通向斯拉山口的隧道，相关照片和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的传播。不过据发布者称，这些证明印度挖穿隧道的照片和视频已经是4个月以前的事，也就是今年1月份拍摄的，当时就已经基本竣工了。事实上，斯拉山口在当年的对印反击作战中曾经大放异彩，印度在这个地方被我军打出了教科书式的穿插包围战术，这个地方也因此为外界所熟知。因为从山脚到山口的海拔落差非常大，达到了2000多米，这块地方被誉为一条中印边境的天然防线，守军能够居高临下防守，而攻方需要艰难的佯攻。但是换个角度来看，这种地形导致了守军的补给特别困难，尤其是在和平时期，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，都是对守军生命的一次考验。在当年对印反击战之后，我们主动后撤，放弃了这条防线，也是后期补给实在难以为继，不能让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白白的牺牲。而到如今，无人机技术的发展，远程制导技术的进步，这种地形优势对我军来说已经是微乎其微，也就没有再反复和印度抢这个地方，不能让这里成为印军每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伤口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印度不止一次想要在达旺修路，但是一方面是基建能力和内部贪腐问题，另一方面也缺少专业的工程基建，而这一切在3年里迅速改变了。在2020年中印边境流血冲突的前几个月，印度先后从中国进口了8台应用场景不同的盾构机，其中1台直径达到12.19米。当时国内还有人笑话，印度人买来这些盾构机不会装，还花钱请中国的工程师给他们去帮忙。虽然印度没有对外声称用的是不是中国的盾构机，但实际上这种级别的工程使用盾构机是必然的。坦率地说，在这次印度旺达斯拉山口隧道的完工，印军在中国西南边境的威胁程度将彻底给改变。这条隧道全长是2500多米，除了主隧道以外，还有一条980米和1200米的引路。以战时状况来说，相比以前，印度利用这条隧道可以直接调动部队、装备等等，抵达前线，又可以避开中国卫星侦察监视的优势。本身有山体做掩护，我军很难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印军的战略企图。对于一向喜欢偷袭、不宣而战的印度军队来说，这条隧道将极大的增强他自己在中印边境的战略优势。可以说，长久以来，我国边境地区的印度隐患，如今正在借着中美博弈的窗口期快速的成型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